是的，我的女友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了。好啦，我的女友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了。没有，我是他。这样讲好像是分租的室友。然后我们会共同使用一些地方，像是衣柜还有书桌。书桌我已经重新改造成双人的原木书桌了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我先前的改造影片，影片连结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。这次要重新整理的是衣柜的部分。我自己住的时候是有一个五斗柜和开放式的吊衣架，外套、毛衣的部分就会吊挂起来，斗柜就会放一些可以折叠的衣服。对于我一个极简主义者来说，算是非常够用。现在多了女友的衣服，除了空间量需要调整，也要重新规划一下摆放的位置。第一步就是先把东西全部拿出来，女友的也一起拿出来。糟糕，好像应该轮流整理的。接下来就是分类，把同一类的分作一堆，短袖 T 恤、长袖上衣或裤子。这样做是要清楚的盘点有哪些衣服是不是有重复的，一件一件的确认，把要留下、捐赠或丢掉的分开。我会定期做一次清理，就像排除身体的废物一样。衣柜也要保持健康，决定是不是要留下来的时候，会有几个判断的方式：太旧或没有办法修补的衣服，这一整季都没有穿过的衣服。如果你是正在转换风格的阶段，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可惜就留着不喜欢的衣服，这样它只会一直留在衣柜深处。也有的时候是试穿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好看，买回来才认清事实。我会送给朋友或捐赠出去。穿着干净又喜欢的衣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。我希望每天都可以这样。为了房间有更一致的色系，旧的原木柜子卖掉，新购入无印良品的灰白色 PP 档案盒。和中性色的房间很搭配，不过这款抽屉盒的高度只有13公分，比一般柜子浅很多，所以衣服都要用站立式的折叠法。做法很简单，先把衣服打开，把左右两边向内折，然后袖子的地方记得收起来，然后依照柜子的高度，把衣领向下折2折。我会用这个袖子这个口当折线，折一折。下摆也是一样往上折，这里要记得留一点空间，好，再往上折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如果担心衣服会散落的话，你也可以把下摆打开，然后把衣领的地方往内塞进去，这样就不会动。如果你的柜子也是这种抽屉式的，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摆放。除了整齐，也一目了然，知道有哪些衣服。如果是堆叠式的话，就会因为要拿下面的衣服而引发土石流。抽屉柜总共有15格，上层是口罩，还有一些清洁用品。左边这排是我的衣服，依照穿着的顺序和重量由上往下摆放。其他几格都是女友的，分别是内衣裤、夏天的 T 恤、冬衣、裤子、夏衣。冬衣、裤子和换洗的毛巾、运动器材、运动服、内衣裤。为了吊挂背包和帽子，在柜子上面安装了3个无痕的挂钩，是用粘胶固定，涂抹在背面等24小时就可以了。展示的层板也拆掉了。原木吊衣架也换成更简约的雾黑色吊衣杆，这样线条越少，视觉上会越干净。然后把外套和大衣依照颜色的深浅吊挂起来。每次改造和整理完一个区域，慢慢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就会很有成就感。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，我会尽量回复。我是天天，谢谢你来听我说故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。
把这个放在片尾。有兴趣的话，等一下可以去看我的改造影片。不要。影片连接会放在影片，我会放在资讯栏，对不对？连接会放在资讯栏。来吃哦，哦哟！